我们就来谈谈什么是逻辑。OK， 好，那当然这个定义呢，跟我想大概跟很多学科，或者甚至你听到很多哲学上的议题一样，我们大概没有办法一言以蔽之，对吧？大概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。如果我可以一言以蔽之的话，那这门课听起来就没什么好学了，对吧？因为太简单嘛。对吧？所以呢，原则上我们大概有一个粗略的概念，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明确或者唯一的一个定义哈。我要提醒各位注意这件事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大致上是这样想。从我们最日常生活来想，逻辑大概是这样一个学科，什么学科呢？就是研究说话的道理。OK， 好，各位从直觉上来觉得，一定会这样觉得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什么呢？你会觉得说，有些东西是有道理，有些东西是没有道理。直觉上有没有？各位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判断？从来不做这样的判断的举手，我看看。你从来不去判断别人讲话有没有道理的，有吗？应该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来问，你会用什么方法来判断它有没有道理？通常用什么？通常用什么？直觉，对吧？好，而且我还经常被这样讲，很多人喜欢这样跟我讲，老师，我告诉你，女人的直觉最准了，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。好，所以我直觉你如何，所以你就是如何。好，用这样的方式能不能说服你？可不可以？如果可以就糟了。对吧？各位想想看，以后你女朋友只要指着你鼻子说：“我直觉你一定劈腿。”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，所以你一定是劈腿，这样可以吗？如果你的女朋友是这样指责你，或者你将来的妻子这样指责你，可以吗？可以接受吗？凭直觉就决定你劈腿，可不可以？不行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不行嘛，那谁会接受这种？批评说你凭直觉就可以批评我，对吧 ？Right？ 可是呢，我们是不是平常会这样做？会吧？我们平常会不会这样做？会吧？哈，我们好像唯一的依靠就是这个吗？好像没有其他依靠了吧？啊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这门课呢，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帮各位我们深入的去想想看，我们不单单只是凭直觉说它对还是错。好，就算我们的直觉很厉害，知道它是对还是错，好，或者它是正确或不正确。OK， 不管如何，我们要说出个道理来，所以我才会把它叫做说，我们基本上是在讲那个道理而已。OK， 好，那既然各位喜欢用直觉，好，我们就让各位从直觉开始，好吗？好，各位就从直觉开始。你用直觉来判断这两个例子呢，会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第一个例子是这样，所有人都会死。OK。苏格拉底是人，所以苏格拉底会死。这个讲法有没有道理？直觉判断有啊，太好了啊，大家都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对，都同意嘛？我取得普遍同意了哈，很好。OK， 好，为什么它有道理？原则上这个道理大概来自于这里。好，各位都在高中都学过这样的一个集合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所有人都会死，大概是什么意思？所有人都会死什么意思？就是人会包含在会死的这个集合里面，对吧？没错吧 ？OK， 好，很好，大家都同意哈。那苏格拉底是人是什么意思？很好，那个苏格拉底跑出来会跑在哪里？人那里面，对不对？对吧 ？OK， 好，苏格拉底跑出来，会跑在这里，是吧？好，苏格拉底跑出来会在这里，吧？好，接下来结论需要什么？苏格拉底会死，对吧？好，所以结论是不是对的？是嘛？对吧？刚刚那两个关系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对的，对吧？没有问题哈。
OK， 好，这个大概是它的道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实例2。好，第二个实例，第二个例子是这样，一样，所有人都会死，苏格拉底会死，所以苏格拉底是人，有没有道理？这件事有没有道理？什么？你说苏格拉底是狗？那是你的意见。苏格拉底是狗 ？Are you sure？ 好，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？没有道理。好，大家开始摇头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会摇头呢？为什么你会摇头？不是只有人会死，非常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大致上的理由会这样，我们要想一个理由来告诉大家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为什么它并不是一个有道理的说法 ？OK， 好，那原则上大概是这样。第一句话一样，就是所有人都会死。这件事没有问题吧？可以同意。好，接下来苏格拉底会死，苏格拉底要掉在哪里？那是一个 point， 对不对？苏格拉底要掉在哪里？他会掉在那个会死的那个范围里面，可是是不是一定要掉在那个人的范围里面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让他掉在哪里？我可以让他掉在这里，是吧？我是不是可以让他掉在这里？那一旦它掉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看结论会不会是对的呢？我们把会死的拿走，导不出这个结论嘛，对吧？你就导不出这个结论说苏格拉底一定要是人，对吧？好，因为它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，right？ 好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各位说道理。那关于论证呢，我们今天要介绍几个重要的概念。基本上呢，它的重要概念，第一个，出现在前提跟结论的都必须是命题。OK， 好，那待会我们会来谈谈什么叫做命题。OK， 好，为什么它不叫做语句？为什么它不叫句子？为什么它要叫做命题？它的道理在哪里 ？OK， 好，第二个重要概念是，我们要今天要开始进行初步的形式化，我们一般称之为 formalization， 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东西做形式化。那我们就从命题跟语句的区别开始哈。好，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语句跟命题有什么区别呢？好，首先我们先给语句一个粗浅的定义，粗浅的定义大致上都是这样，就是说呢，语句是什么？语句大致上呢，就是一个符号所形成的一个序列，这个序列一般就是 sequence， 就是我们排列起来 ，OK， 我们排列起来。好，那符号是不是排列起来就有意义呢？不见得，对吧？好，让我来举个小小的例子给大家听，好吧？好，我举个小小的例子，好吧 ？OK， 好，请容许我举个小小的例子。好，我们来找一位同学，看起来数学还不错的，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位黑白条纹的同学，就是你。2加3等于5，好厉害，数学底子不错 ，right 是吧？一看就懂。是吧 ？Right？ OK， 好，接下来，隔壁同学，请告诉我答案。不知道。各位仔细观察一下，我所用的符号有没有都一样？有没有都一样？我用的符号有没有都一样？有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上面那个你一看就懂，是吧？底下那个你怎么看都看不懂，请问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哪里？差别？各位可以随时举手回答，没有关系。你认为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哪里？排列方式不一样，很好。
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第一个排列方式是符合四则运算的语法结构，对吧？就是它那个排列的方式是符合那个语法结构，符合你对四则运算的语法规则的思考，对吧？所以你一看就懂。但是第二个呢？很抱歉，它就不符合你的规则思考，对吧？虽然符号都一样，但是它排列成不一样的样子，你就会觉得第一个是很容易思考，第二个却不是。所以在四则运算里面，如果我们把这个焦点集中在四则运算里面，我们会说第一个式子是四则运算里面的语句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理解嘛。但是第二个呢，却不是，它不合语法，或者从我们的语言来讲，它就是不合文法，对吧？不符合我们的文法，不符合我们的语法结构。OK， 所以每一个语言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语法结构，所以必须不单单是它要用符号组合起来，而且它必须要符合这样的一个语法结构。第二个是说命题，这个更麻烦，它主要是在讲说，当我们排列之后，比如说我们上面写那个2加3等于多少，然后那位同学马上告诉我们说就等于5，对吧？好，2加3等于5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你马上能够抓住那个意思，对吧？你马上能够抓住那个意思。好，对哲学家来讲，这件事是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，就是你抓到了什么？当你告诉我说你懂这句话的意思，或者你懂这个数学意思，你抓到了什么？你掌握的是什么？什么叫做我懂了 ？OK， 让我来举个这个普遍的例子给大家听哈。在座的应该常常有这种经验，在座应该常常跟同学一起讨论功课吧？有吗？有没有这种经验？一起讨论功课，有吧？哈，讨论功课的时候，各位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经验是什么呢？很常有的经验是说，奇怪了，这个数学证明我做给他看，再 easy 不过啦，对吧？讲了800遍他还不懂，有这种经验请举手。有吗？有哈，应该有吧哈，应该还不少吧？就你跟他讲了800遍了，他还不懂或者别人跟你讲了800遍也不懂的，也可以举手。就是说，你就会觉得很怪，他讲起来好像很轻松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怎么看都看不透，是吧 ？Right？ 好，稍后各位在这门课程里面呢，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感觉。对，就是你会觉得说，怎么奇怪了，对吧？讲了800遍大家不懂。好，然后呢，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学习的经验是这样，老师给我一个很有趣的学习经验是说，我跟他说，老师这个我真的不懂老师说没关系，我再讲一次给你听。好，讲完。然后你就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还是不懂老师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再讲一次给你听。”然后接下来呢，你再说：“老师，可是我还是不懂接下来老师又说什么？你回去看多次一点就懂了。各位，他在告诉我什么 ？No， 他有一个哲学预设。这个哲学预设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符号，那个意义藏在符号里面。对吧？你回家看着，看久了就懂了。有这种经验请举手。你觉得那个符号的意义就藏在里面，然后呢，你真的是回家看多看几次，哎呀，我懂了。有吗？有这种经验吗？多看几次就懂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那请问这件事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？有没有人看再多次也不懂的？看到最后，我放弃，有吗？我猜还是有啦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就是我们这种经验里面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说，哲学家在问说，我们懂到底是懂什么？而且我们懂的东西是从哪里来 ？OK， 我们到底是怎么懂的？好，那有些人怎么看都看不懂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些对哲学家来讲都是一个大问题。好，但是呢，在逻辑里面，我们很没有办法去探讨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对逻辑学家，他必须要做一个预设。这个预设就是说，我假设各位所理解的那个2的意思都跟我一样。各位有没有这个把握？我们每个人理解2的意思都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理解加的意思也都一样。
我们每一个人理解的3的意思也都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理解等于的意思也都一样，所以最后我们大家通通会写出5这个答案，它就叫标准答案。在这里我们就假设说，我们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客观意义。比如说我说今天天气很好，那每个人都知道，然后每个人懂的意思都一样 ，OK？ 而且呢，这个意义不在你的脑袋中，也不在我的脑袋中，这个意义是客观的 ，OK？ 好 ，just over there， 可以吗？每个人都抓得到它。好，你就想象在我们这个教室的上空，飘着一堆语句的意义。OK， 当我讲一句话，今天天气很好，然后每个人的那个mind就伸出一只手，把那个话抓下来，抓进来这样子，啊，你就理解我在讲什么。好，我们就假设这样，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命题哈。